杨先生，刚才的演讲挺精彩的嘛。不过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家庭美满，生活幸福，你还要隐藏已婚的身份去相亲呢？今天晚上8点钟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看你这样子，应该猜出来我是谁了吧？那我们就找个地方，单独的好好聊聊吧。我听老金说，你那个老公的表现绝了，还行吧。他真的要辞职啊？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万一要是真的，你可别跟他闹啊！现在全球这么不景气。放心吧，我们俩好着呢。其实回来也好，免得老是两地分居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于公于私，你这个老公都要紧紧的给我抓住，绝不能放手。平时看你混不吝的，居然能找到这么靠谱的老公。别说我了，你看你把老金拿捏得死死的。哎，他去哪儿了？老金他们还等着听他说那4500的幸福生活呢。人呢？要不是阿姨说我眼熟，我真没想到，咱们俩还有这样的渊源呢。李律师，我们家的事情有点复杂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好好解释。我是律师，再复杂的案件，我都可以捋出头绪来。具体不太方便说明情况，但是我为我上次的事情给你道歉。道歉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要我们律师干什么呀？我购买了会员服务，可是服务机构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已婚人士。这倒不太重要啊，最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你妈妈会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？为什么你还要来跟我相亲？答案呢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了，不过都对我们的秦律师非常的不利。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呢，不打算吹这个哨。你替我好好劝劝秦律师啊，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否则要是影响了公司的利益，我就不太好保持沉默了。李律师，老公，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怎么了？一言难尽。李诞，你跟杨华认识啊？不能说认识，但是也不能说不认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们俩人到底认识不认识啊？李律师，你怎么能拉着别人老公在这种地方偷偷聊天呢？你怎么是这种人？杨先生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只能说实话了。实话，你们俩人之间还有秘密啊？唐总，您记得，您跟金总结婚20周年，杨先生给了我们秦律师一个意外惊喜吗？其实那天他的出现，不是来给他惊喜的，他是来跟我相亲的。相亲？跟你相亲？这怎么可能？秦师，这怎么回事？
我就说呢，怎么会那么巧？那天你刚好回国。你说吧，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你妈妈的主意？你说呀，你刚刚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我妈，我就知道，他一直以来看我都不顺眼，没想到现在竟然用这招。那你诚实的回答我，你知道自己那天去酒店是去相亲的吗？我反对，你们在撒谎。我手里面有相亲网站给我发的你的照片。所有的疑问都归结到一点，答案就是你们两个。我失业了。失业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1年前。1年前，你失业有1年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是不是怕你担心吗？哎，等等，你失业有1年了，但你这1年都在哪儿？在国内吗？不，最近才回的国。你都不知道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2年全球经济不景，所以我就失业了。虽然我想继续找工作，但是像我这样年薪的工作并不好找。虽然我没有了工作，但不影响我有收入。虽然没有以前高，但是也不会到很困难的地步。难怪你之前一直跟我说，你想要辞职。要不是因为今天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呀？这不怕你嫌弃我吗？这个笨蛋！哎呀，行了，好了好了，没有工作，你们不是还有彼此呢吗？真是，你之前的婚姻好是好，就是完美的有点假，现在可太接地气了。什么夫妻问题、婆媳问题，你是一样都不少，这才是生活呀。谢谢姐安慰我。慧慧，洛威国际基金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，说从没有在国内开设个人基金会，洛威国内所有的项目都跟洛威国际无关。我台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洛威基金的负责人，对方表示，国际洛威基金并未在我国开设任何的分支机构，洛威玉兰所有的项目均与洛威基金无关。目前，洛威玉兰负责人庞定方因涉嫌欺诈以及非法集资等罪名，被司法部门正式立案调查。受到洛威玉兰诈骗案和非法集资案的影响，玉兰集团的股是这么素啊？真是1个月4500的标准。天天吃肉，当心血脂。那么辛苦工作，不就是为了吃口想吃的吗？对了，你们律所因为洛维玉兰这个案子，接了很多案件吧？别提了，20个亿的标，整个浦江排名前10的律所都为这事忙疯了。你想啊，洛威玉兰有那么多会员，实际上拉出来一个就是优质客户，虽然都争破了头了，不过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金总明确提出，城与会不接任何关于洛威玉兰的诉讼案件。为什么？良知。
你想，我们老板娘前一秒还在人家后面啊，蓝总长蓝总短，人家一出事了成原告律师了，哪能干这种事啊？那再说了，我们律师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，说我们是什么豺狼虎豹、暗箱操作，吃了上家吃下家，别人的绝路就是我们的财路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律师的人设不就是救苦救难、匡扶正义吗？那菩萨大哥，那些客户呢，就是想打赢官司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官司，根本不是律师说了算，律师只能最大程度上帮你挽回损失、规避风险。不过也说明呢，有些从业者的素质真的是不怎么样，他们自己律师执照都没拿到了，就敢开价接案子，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坏的是少数，影响大呀。来一口。还嫌弃我？那以你们律师的角度来看，洛维玉兰这件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？我们金总他是这样说的：赢没问题，是大概率的事件。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洛维玉兰根本没能力偿还所有的债务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宣告破产。那些打官司的人，他们的诉求不是打赢官司，而是拿到钱。在座的各位，有谁能保证帮客户把钱要回来的？举手。程宇慧呢，虽然有非常多不靠谱的地方，就比如说重视资源、背景派大于实力派、男女律师差别对待，还有女律师的升职评价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人他2倍的酬薪来挖我都没去，就是因为我看中我们2位老板的人品。我觉得啊，程宇慧绝对是有节操的律所，行业中的一股清流。清流到不让单身女性成为律所合伙人。清流，但是并不完美。我觉得你们老板应该未必是为了人情世故而不选择这个案子。